大人，他来了。月亮国行商红罗，须入大雍宁安城安乐坊大服侍示意。这个奸商，接着有点皇族背景，有恃无恐，往来各国间搜罗贩卖情报。在那儿。那封我写给南洞国的亲笔密信，若是被郭允买走，以此告发我通敌叛国，便是摘不清的死罪。大人放心，今日举以部下，定能赶在郭允之前拿到死信。嗯。哎，您看看这一块玉啊！哎，来，您再看看这大麦穗啊！不在袖中。哎，小心点！老板，对不住啊！你干什么呀？哎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您瞧我这不长眼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不在帽中。毕掌柜，对不住，我给你擦擦这。也不在怀中。移击惊台下。是。休息！干什么呢？抓贼！坏人！抓贼了！走开！抓贼了！哎，回来！找到了，信应是藏在碟屑上那颗珠子里。小姑娘，这是你。拴那儿。这里不能拴吧？我想拴哪儿拴哪儿。你怎样？按照《雍朝律例》第5篇21条，大夫是眼睛不得拴马，请你迁到马厩。哎，你说个什么？外面发生了什么？是红楼与下面的商贩起了争执。关你什么事？卖你的命！大人放心，我们的人已经过去了。将红罗引入酒楼即可，莫要乱了方寸。哎，客官息怒！咱们酒楼后边就有马厩，小的这就给您牵过去。客官您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到了，客官里边请。给您斟酒。请坐。客官，请。客官，来点什么？最贵的。嗨，最贵的，得嘞，乳羊锅1份。客官，吃乳羊锅怎能不配羊羔酒？尝尝嘛。但这酒可不是这么喝的。
大人，他戒心太重，不好下手。刚才顶撞红罗的人，可是那卖面的？是。哎，最晚春的牡丹猪腩拌面加荷包蛋，做好了送过来。好的。您的面，我没有点，滚！您让人点的面。哟，又是你吗？啊！素面2文，加蛋3文，一共5文。找死！揍他！柱子没了！快找找！快找！啊！封锁酒楼，一个都不能出去！哎，站住！注意！哎呀！客官息怒啊！客官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老大，搜过了没有？哎，我的珠子去哪儿了？你们抓错人了！抓错人，你跑什么？我就是个跑腿的，我当然得跑啊！我赶着给人家送羊羔酒呢，这耽误生意。今天找不着珠子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别着急，咱想想办法啊。小伙，你不是会破案吗？不瞒您说，前些日子啊，就是他帮着我家婆娘，把我藏的私房钱给找出来了。小伙，帮帮这客官。他摔了我的面，我不想帮他。就是那碗面，摔了面之前还有，摔完就没了。摔面的时候丢的，就是那个时候丢的。对。当时我光顾着我的面，没留意有人偷盗。可为何偏偏是这时？我进来之前，你起过身吗？我没有啊。我被利用了。我可以帮你。面的确不是你点的，是有人利用咱俩的过节，故意让我激怒你。有人是谁啊？碟蟹给我看一下。那桌客人在哪儿？哦，玉兰桌的客人刚结完账，不知走了没有？是我。但我只是来吃饭的。搜他！不用搜了，珠子确实不在他身上，但他帮了忙。偷珠子的人是五娘。什么？珠子镶嵌在碟蟹上，你要是能坠入太后，坐下会贴到珠子，
只有进站起来才方便行动。之后，五娘用一根细丝将珠子刮了下来，所以碟屑上留下了一道极细的刮痕。是你？不用搜了，珠子已经被转移了。不过你可以检查一下他的手。哎，真是他偷的！协助五娘转移最好的位置，就是你这里。你坐在他身后，最方便下手。失窃的时候，你封锁了酒楼，他却第一时间往外跑，声东击西，让他有时间再次转移珠子。大人，走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丢的珠子吗？你怎么知道这珠子在这儿呢吗？他袖口上的鱼腥味儿，说明他把珠子转移到了一盘鱼中。河鱼杂烧藏不住，清蒸鲈鱼快吃完了，水煮鱼油汤太热，会烫坏珠子。只有鲢鱼的眼睛最为合适。这鱼谁点的？是2楼春光阁。追！哎！马车周长3尺，鱼长4尺，进深3尺，前面路口只能右拐，抄近路追得上。对不住，小张平，这孩子这么着急忙慌的啊？就是啊，真是要给谁家当小扫帚。前面路人过不去了。还来得及。最晚从酒楼来的吧？我相公都死了，我还去什么酒楼？对不住。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人呢？追上没有？没追到。
再说。小兄弟啊，今天谢谢你们。你想要什么？你说。赔我碗钱，2文。只有碗钱，没别的了吗？面不是你点的，不用赔。什么？任务嘞！热乎的烧饼，最后几个了啊！哎呀，我的张兄啊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这天都黑了。昨儿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儿我结工去，咱俩都早点回家打牙祭吗？我记得。张兄，你到底干嘛去了？今天怎么就卖这么点钱？我不早就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好好卖面，不要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你看人家姐夫，天天卖那么多钱。哎呀，堂堂荆轲世子竟然当街卖面，真是有辱斯文呐！张兄不过因为家中贫困，权且为之。哎，怎么就有辱斯文了？再说了，人西川郡会试考了第3，哎，你们考了第几啊？别理他们。你等有功名在身，这就是自甘下贱。对，士农工商，商为最贱。你们说谁下贱呢？哟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怎么着？士农工商，皆为社稷根本。何来贵贱？你是何人啊？某姓蓝，名爵，字佩之。蓝大人，蓝大人，舜发于全木之中，傅说举于板柱之间。这朝中的大员们，在未入仕之前，亦有当街卖刺、破庙存身之事，可不能小看了这市井营生啊！大人说的是，这才是真正地道的县街。今日多有冒犯，先行告退。您是礼部侍郎蓝大人，晚生陈仇，见过蓝大人。陈平，陈平，见过蓝大人。蓝大人，你叫张平。这科考在即，你不在家温书备考，却在街头卖面，可是遇到了困难？因为穷。这进京赶考的士子啊，多数由家中出资，你愿自力更生，倒也是难得。我是孤儿。蓝大人，张兄他就是个直脾气，您别介意啊。无妨。既是如此，为何不去官员附身的家中谋一个轻便的差事？你若有意，本官倒是可以帮你推去。你和大理寺熟吗？嘿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没个眉眼高低的，竟还挑三拣四的？本官与大理寺不熟，但是本官的家中正好缺个账房，你可有意？那我还是卖面吧。也罢，本官不强人所难。若是你日后改了主意，可来礼部的官谢询我。本官礼部侍郎蓝爵。
大人，您怎么看？此人会不会是受人指使才有意为之？与我最初的判断无异，只是个愣头青。谨慎起见，再找人查查。是。幸亏大人今日使了金蝉脱壳之计，否则今日素素如松下fru皎皎似林间月。没想到蓝大人竟然如此平易近人。哦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哦，今天要不是蓝大人，你被那俩世子又欺负惨了。我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在这摆摊，你也不听。这儿客源多，能赚钱。客源多，卖了一天面了，这凳子都没坐过，还客源多呢。不对，秦愁，你帮我收拾一下。哎，师兄，你去哪儿啊？春光阁里，蒲团并未放下过，说明根本没有人做过。你一直在这飞羽阁里，在这儿看到我跟红楼起了冲突，于是想要利用我。事情败露后，你将我引向隔壁事先布置好的春光阁，又用安排好的马车将我们调走。你究竟是谁？春沙人。春沙人是贡品，逐之未及。一间酒楼，怎么可能供得起？你说咱今儿运气怎么这么好呀？卖个面竟结识了礼部侍郎蓝大人，这礼部呀可是操持着科举呢。你注意了吗？大服饰地面有泥垢，但是蓝大人今天来的时候，鞋面、衣摆却光洁无尘。人蓝大人是什么人？当然是坐马车来的呀。但他离开时是步行的。那他回去时，马车去哪儿了？你操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干嘛？我可听说了，这宫尚书马上就要致仕了。使劲点，以后科举的事儿全归蓝大人打理。陈超，我怎么感觉他来面谈有点怪？蓝大人好兴致啊，今天怎么走着呀？散步而已。哈，先告辞了。这次打扫京蛇，只怕下次不太好再动手了。红罗生性好色，美人计尚可以用，安排半月楼的些好姑娘下手。大人，郭允那边会不会有麻烦？他被我支去外地迎小瑞了，预计3、4天才能回来。这郭允未免也太狠毒了，为了争一个礼部尚书之位，竟要置您于死地。若不是他要从红楼手中买那珠子里的密信，也不至于生出这么多的是非。罢了，官场如此，换作是我拿到这样的把柄，也绝不会手软。哇！哦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只是送礼的，快把蓝府的门槛都给踏破了。可蓝大人为了避嫌，一个都没收。避嫌？既然要避嫌的话，
为什么还要招我去他府中当账房？那还不好，眼下继承侄子，挤不老头想成为蓝大人的门生，可这老天爷把馅饼砸你的头上了，你得好好把握呀。可我就想去大理寺。张兄，我知道你来京城考试就是为了进大理寺，寻找你崇拜的神探木叶生。但做人得现实点吧，这木叶生是谁？他到底在不在大理寺？他写那奇诡夜谈是不是瞎编的还不一定呢。他书里写的大理寺那么的真实，他一定就在那儿，至少他在那儿待过。我跟你讲啊，好好把蓝大人这关系给搭上，你登科就不是梦了。陈朝，你不是京城包打听吗？你能帮我打听一下，蓝大人是否有危急？啊，大人危机又犯了，吩咐厨房给您做些暖胃的吧。罢了。谢好姑娘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3日后会将红楼引至半月楼下手，您的生辰宴也定在那儿。那张平查得如何？已经查过了，的确没有什么背景，就是一个爱探案的小世子。大人，刚才后面有个人翻到咱们院外的污秽筐，形迹十分可疑。他在翻什么？他在翻您泡过的春砂人，不过还未等他来得及拿起，小的便呵斥了他。酒楼的药渣已经清理过了呀。味道，春砂人气味分裂。他现在何处？再高点儿。张兄，你会不会弄错了呀？这蓝大人怎么会偷个珠子呢？所以才要求证啊！你说，万一要弄错了，我们不就得罪他了吗？不查清楚，偷珠的幕后主使，我心里不舒服。那么科举还怎么办啊？再下一步怎么办呀？查查。站住！是你？大人，坐吧。你们可知，私闯官员宅邸是何罪？根据我朝律法，私闯民宅者，杀之无罪。大人，晚生们真的没有恶意啊，只是今日见了您之后，钦佩您的为人，仰慕您的风采，故而才来打探您的日常用途和喜好。打听这个做什么？方便送礼。3更半夜的来，时机倒是玄妙啊。那不是白天人多眼杂吗？你也是来打探本官的喜好的。大人平日喝茶放春砂人，是有危急吗？平日喝茶吗？我们平时喝胡人的大叶茶，没那么讲究。
难为你还知道春沙人。不过这是燕山姜，二者形似，但有细微的差别。春沙人分裂，可以治疗胃气；燕山姜偏涩，只是助胃的香料。本官并无胃气，想要借此讨好我，这一步你走错了。张平，卖弄才学，钻营取巧，不是读书人所为。查探本官的喜好，不如专心温书备考。念你二人是初犯，这一次便算了。谢蓝大人。大人，不能就这么松柯。大人，真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他没有证据了。上灯。好没好，陈冲？还琢磨蓝大人那事儿啊？3天了，死心吧。你说咱跟蓝大人结下这梁子，得赔个礼才能翻篇啊。蓝大人今晚在半月楼设下了生辰宴，礼我都准备好了，咱赶紧过去，把这关系给缓和上。三兄，那你倒是给个态度啊！哎，张平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每天说10句，你应过1句吗？你每天脑子里想的事情，你跟我说过1件吗？跟你做朋友，我只有天天踩泥坑的份儿。这只，哎呀！陈冲，你刚才说蓝大人今晚在哪设宴？这就是半月楼啊！真是太气派了！哎，就跟这老爷说的，张子，真热闹，是。的确是我追的那辆马车。果然是你。咱就快跟上，可别乱跑。站住！邮票。哎，张兄，那便是京城第1名伶谢好姑娘。她跳的这傀儡舞啊，最近可是风靡京城。哎，上面那个阁楼，应该是传说中的天子1号雅间牡丹阁。听说呀，能在这里面的，全是京城最有权势的人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快找蓝大人吧。各位大人都来了。蓝大人，什么时候开席呀？
尚有贵口未到。啊！我说蓝侍郎，不必再等了。我入朝10年，就没见过宫尚书赴过谁的宴。蓝大人心思之卓绝，礼部那是无人能敌。若不是那出身之事，恐怕早就……宫尚书来与不来，蓝某礼不可失。若有招待不周之处，还请各位见谅。宫尚书到。学生等候老师多时了，老师肯来赏光，实在荣幸之至。微官知道，清正在德，廉洁在治。老师教训的是。张兄，这半月楼里房间这么多，这得找到什么时候呀？分头找吧。张兄，咱今天是来贺寿赔罪的，一会儿你见到蓝大人，你可得好好说呀。再把这个礼送上，快找。好吧，分头找吧。蓝侍郎这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怎么都是些青州小菜呀？是啊。我自入京，再未回过家乡广陵。也数10年未吃过胭脂米了。宫尚书以各位同僚肯来赏光，蓝某荣幸之至。但这区区生辰，蓝某实在不敢劳烦各位。今日一聚，实则另有他意。学生还为老师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请老师相纳。老夫20入朝为官，江水不浇，今日前来以示破例。若还要送礼，老夫便先告辞了。此物并无俗世价值，还请老师看过之后再做定夺。还请老师看在学生的不面，过目一关。这是从淄川县百姓家中收集而来。当年黄河决堤，淄川的灾情最为严重，老师前往赈灾，活人千万。当地的百姓为感念老师的恩德，灾后新生的婴儿都会留下手印，供于香案之下，以感念老师的活命之恩。蓝侍郎有心，这幅画，老夫收下了。请受学生一拜。你的心思老夫都懂，但举荐你继任礼部尚书，老夫不能答应。老师放心，学生心中有数。干什么呢？找人。找人？找人？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我盯你半天了。哎，别跑！你小心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人呢？学生敬您一杯。大人，谢华按约定，已经把东西放到了后台。嗯。蓝大人，又是你！我找到证据了，那日在酒楼偷珠子的人就是你。你到底有完没完？
本官那儿已经把话说清楚了。那儿在你家没找到证据，想必是春沙人早就被换掉了。但你还是疏忽了一处。大服侍那天，我追上的马车恐怕是你的障眼法。当时我想拿竹竿阻拦，却不小心弄翻一桶红漆，马蹄刚好踩上去。刚才我去半月楼的马厩看过，那匹马就套在你的马车上。油漆到处都有，你怎么就能认定那马蹄上的漆便是那时沾上的？你如此异想天开，本官真应该推荐你去写戏本。大人不必诡辩，偷没偷珠子，你心里清楚。张平，你如此大费周章咬着本官不放，到底是何企图？我只想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。您令我犯案，我必须查明白。还有，你要还我面钱。素面2文，加蛋3文，一共5文。你难道就为了这个？不必答对。张平，本官念你是个读书人，不愿你因一时行差踏错而葬送了前程。可你若再无端骚扰，恶意栽赃，别怪本官不留情面。若你囊中羞涩，就当本官捐你读圣贤书了。捐的我不要，我只要赔的。既然大人还不承认，我便继续找证据，把来龙去脉全都查清楚。大人，这，先不要节外生枝，珠子即将到手，谅他也分不出浪花来。你不会已经见过蓝大人了吧？啊。然后呢？我摆出事实跟他理论，但他就是不承认。我只能找出更确凿的证据，让他无法狡辩。呆子，你没救了！你说说你每天想的都是什么东西？跟你说的一句也听不进去。干什么？别拉老大！红罗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谢好小娘子，我还要跟你玩。谢好，刚刚蓝大人提到了谢好。站住！你能不能就听我一回？可惜了我的贺寿诗，我写了2天呢。没事儿，拿到集市上还能卖2文呢。光钟表我就花了10文。那你买贵了，钟表花不了10文。先看戏吧，好不容易从牙缝中提出2张戏票，可不能浪费了。蓝大人，他去后台干什么？蓝大人，谢好。大人，谢好按约定已经把东西放到了后台。红罗，谢好，难道是蓝大人让谢好再次从红罗那偷了珠子，放在后台？所以，蓝大人去后台是为了拿珠子。他是看戏。珠子呢？
这效果也太逼真了吧！通体叛国，百死难赎。今夜此时，昭儿罪行，是谁先一步拿走珠子，留下这字条？这什么戏法？这也太逼真了吧！那不是谢好姑娘吗？谢好，是谢好，好像不是戏法。